在大家都试驾完了一圈骁龙 Max 之后，我终于也拿到了这台车型，这是我第一次试驾它。然后我对这台车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感兴趣的点主要是长城使用了全新的 HiFi 的四驱混动系统。那我关注的点主要有三个，第一是这套混动系统的平顺性，第二个就是它的动力，第三个呢是它的油耗表现。今天呢就主要来聊聊这台车的混动系统为主吧，捎带着再聊聊我这两天的一些感受，一些可能是比较细节。那大方面外观内饰，我相信关注这台车的朋友在其他媒体都已经看到了。那这台车先说平顺性吧，我觉得它的这套 HiFi 的四驱结构，两档 DHT 的整个的平顺性，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那不管在各种工况下，大脚踩油门啊、低速啊、高速啊，还有一些不规律的踩油门啊，这套混动系统的起机的时候，这个表现都是很顺的。即使大家公认混动的这个元老丰田吧，它的发动机启动的时候，实际上你多多少少有时候还是能够感受到一些闯动啊，或者声音突然来了那种感觉。那其实这台车在发动机启动的那一刻是几乎觉察不到的，包括它什么时候换挡，我也是不知道的。所以整体而言，它的平顺性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这个发动机启动了。当然了，你是可以通过体感受到这台发动机启动了，比如说这个方向盘抖动啊，或者座椅可能有点轻微的感觉，但是在启动的那一刻你是没有感觉的，或者说几乎没有感觉，这点我认为是很 OK 的。第二点是它的动力性，官方说的0到100公里的加速时间是6秒8，那实际上在驾驶的过程中，它的动力还是不错的，因为我拿到这台车的时候已经是亏电的状态了嘛。所谓的亏电状态，其实就是还剩10%的一个保留电量。然后，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动力依然还是比较不错的，只是它可能比纯电的时候，在你踩油门的那一刻有稍稍的一点反应的时间，但是整个动力系统的动力感受是挺不错的，而且这台车的动力响应跟你踩油门的这种一致性是比较好的，即使在亏电的状态下，你踩多少油门，它就有多少的一个动力响应。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几天我正好开了一台吉利的银河。就那台车，同样是在亏电的情况下，我有时候踩油门的时候，那个车辆的动力它就不是很快，那有时候呢就很快，那或者说我踩下油门几秒钟之后，它给我一个降档的反应，那在这台车上不会出现，就是什么时候降档，我刚才已经说到了，或者什么时候升档，我是没有感知的。当然，我在这事先说一点哈，我纯的就是，想起了之前在吉利银河上的那个表现，并没有任何的一些别的一些想法，或者很多人可能会给我扣帽子，有可能会觉得。想的过于的阴暗啊，完全不存在。再补充一点，我认为是一个 bug。车辆在全油门加速的时候，即使你的脚已经离开了油门踏板，那么车辆还仍然会是一个加速的状态，这个状态能够持续接近1秒钟左右。但如果你不把油门踩到底的话，这个现象基本不会出现。所以我认为这是标定可能还不够成熟。好，在第三点啊，说说它的油耗。前两者平顺性、动力性，我觉得都是 OK 是吧？那油耗，以我这2天的试驾来看的话，我觉得好像不是很 OK。也许是我试驾的路程太短了，没有体现出这台车的一个更真实的油耗水平。但是以表现来看的话，我这2天把这个小距里程清零了。然后呢，是以一个北京吧偏拥堵的一个状态，然后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加速和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日常的行驶的驾驶习惯去表现吧，没有说特别大脚油门啊怎么样的。那些不太符合常规的一些动作，它的平均的油耗表显是9升多。我觉得对于这么一台混动车型来说的话，是不是油耗稍微有点高了？而且它的平均时速是20多公里，也不是说那么拥堵。虽然说已经很堵了，可能也不是那么极端拥堵的情况下，那这个油耗实际上就是一个亏电的实际的表现。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还剩10%的阈值。如果说你原地开空调啊，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比10%更低一些，但是呢，你行驶起来之后，它会恢复到10%这个电量。另外呢，你说你是不是原地开空调怎么呢？其实并没有哈，就是我们在拍摄呀，在实际的试驾过程中，并没有说长时间的原地怠速开空调，所以我觉得这个油耗表现还是有待商榷的，或者。可能大家要买这台车的时候，看看论坛上呀，各大网友的一个更加真实的一个油耗表现。反正我的这个表显数据，还有我的工况就是这样的。好，这就是这台车关于 HiFi 这个四驱系统的一个表现，我的感受。关于纯电那个部分啊，我也没有进行特别的测试，因为插电混动车嘛，纯电那个部分就是跟电动车是一样的，是吧？有电就走，没电了就充。那这台车的 NEDC 的续航里程是107公里，然后低配的还有一个更低的车型。那其次呢，
关于这台车整体给我的一个印象和感觉吧，我就说一说我的一些理解。其实这台车还是挺大的啊，4758的车长，轴距也是达到2.8米，所以你看着好像不是很大，实际上，空间呀，作为一个家用车还是不错的，而且座椅舒适性也很好，包括前排座椅、后排座椅。然后内饰方面呢，比图片上的做工和用料是要好一些的。内饰的设计风格我就不做评价了，但是我觉得把地台做的那么高哈，很多的储物空间有点浪费。那如果我前排放俩手机的话，后边只有一个比较小的储物格了，我随手可能放一些东西不是很方便。尽管说底下它有一个镂空的设计，但是我这么拿取东西的话，可能不是那么的方便。那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哈，无关对错。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它作为一个传统厂商吧，还是保留了这些传统的物理按键，包括空调啊这些触手可及，而且按钮的质感都还不错。那我就总说嘛，你说语音控制和实体按键，咱不讨论哪个更方便的问题，它两者是不冲突的。所以现在很多车强制我去使用语音操作，要么就在屏幕里点好几步，我真的是很不喜欢，并不是我老了，因为它真的不方便。你在不想用语音的时候，你就是可以触手可及啊，非常好，而且功能也非常全。只是哈，在裸露的这些按键里，它没有一个空调的 Auto 键。再有呢，就是它的这套车机系统。尽管我表扬它物理按键哈，但是车机系统它经常被误触，车机被误触的几率，其他车也有，但这台车的几率似乎是比其他的车型更高一些，就是动不动的这个车机就是说你好，请说。我觉得这一点上，长城是不是可以再去看看这个唤醒词的问题？误触的几率是比较大。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在打开后备箱按键的时候，我发现这台车必须你要解锁才能在车内把电动后备箱升起来，即使你已经挂了 P 档。这个可能跟多数车的逻辑是有点出入的。此外再说说它的行驶特性吧。刚才只是说了一个 HiFi 四驱系统的一个表现，这台车行驶起来底盘还是有一定的厚重感的。只不过呢，它地板传来的噪音会大一些啊。在我刚刚拿到这台车一上路啊，北京的5环、4环地板传来哗，这个噪音就稍稍拉低了我对这台车的一个印象。别的一些功能介绍，大家翻翻其他的静态体验的内容就好了哈。各家媒体说的可能也都大差不差。刚才是我个人体验之后的一些感受。如果说再吹毛求疵一些的话，就是它的后排的 ISOFIX 接口，它有必要把字体弄得那么大吗？每个接口写了2个 ISOFIX，这就显得比较山寨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这台车我刚才开着它路过了一个隧道啊，这时候它的自动大灯是开启的状态，但是它的屏幕不会因为自动大灯开启了变成黑色模式。我这样的话进入隧道之后，整个屏幕都是白色的，就非常晃眼睛。我看了它车机设置里边已经切换到自动了，但是它仍然不能在过隧道的时候变成黑色，只能说你通过手动切换，或者是它在天黑了之后，它可能是根据时间的啊，是不是根据日出日落时间啊，还是怎么样？反正这点是让我不舒服的一个点。再来说说它的辅助驾驶的表现，现在是台车就说有 L2级辅助驾驶是吧？那它也一样。我在堵车的情况下呢，我就把这套辅助驾驶给打开了，然后在不管是速度稍微快一点，或者说慢一点的时候，每一次我总有突然前倾的感觉，就是在刹车制动的时候。当然整体速度都不是很快，因为在堵车嘛。所以我觉得作为2023年的一款新车，而且是出自长城这么一个大厂，这个主动的低速 ACC 的功能做成这样，我觉得实属不该啊。同时呢，再说说它的刹车表现。如果你手动控制刹车的话，它的刹车脚感在你速度很低的时候的初段不够细腻，所以你控制刹车的时候啊，也可能会出现不够线性的感觉啊。这就是我对这台车的一些感受吧。总体而言就是，动力不错啊，系统也很平顺，油耗有待商榷啊，细节还需进步。那最后呢，再说说这台车的外观啊，怎么说呢？不予置评。你觉得好看吗？